这是一场发现之旅。哇，快看呀！就一个哥哥，探索一个与加拿大格格不入的城市。这是一场告别之旅，再见了即将离开加拿大的爸爸妈妈。加拿大的 B 面，魁北克。旅行是一场通往未知的冒险，你永远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等着你。如果你行开始啦！啊！自驾的路上，又怎么能少得了传统游戏成语接龙呢？是发抖。哎呀，想说成是玩意儿。抖音、音乐、乐章、鱼死网破。他说，你说完了，好吧，鱼死网破该谁啊？该我，该姥爷。该我吧。破坏。游戏看似很顺利，但是你们触碰了帕帕的逆鳞，我说呀，准备接受惩罚吧。这边的人还是不得不说，大孩子和情侣吵架也没什么区别，因为你永远要猜，他怎么又哭了？唉，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还没到铁索桥就已经中午了。让我们赶紧来看看无人机拍摄的网红铁索桥吧。铁索桥果然非常出片，只是我们没时间好好欣赏，下了桥直奔民宿。加拿大的冬天还没到5点就日落，我们一路追赶夕阳的脚步，还有10公里到民宿的时候，车后面传来了警笛声。行程中的插曲。那个道上他没有事故的一些什么东西吗？没有啊，那干嘛被人走啊？这得堵在这儿干嘛？对他3辆警车挡住了。2个小时以后，终于等到了放行。原来是一辆车被撞翻在了路上。哎呦，看见了。晚上8点，我们到达民宿。房子面积超大，1层是客厅和4间卧室，地下1是游戏室，后院还有浴缸。啊，这么简陋吗？晚餐是丰盛的饺子大餐。饭后，马不停蹄进入游戏时间。哦哟！哟，这姿势可以。呀！第吧，开始。好，成功啦！泡泡迪。哇，爸爸好。爸爸，我看这里有什么？你怎么这么的欢实呀？哎呦，晚上11点，这一天总算过去。什么？夜深人静，我马哥怎么不整点大火？第2天一大早，来欣赏一下我马哥为唯美星空献出的膝盖。原来艺术的尽头是黑夜下的一块活动的地砖。我觉得挺好的呀，我喜欢这大房子。早饭时间，外面下起了小雨，身残志坚的马哥已经开始他的创作了。告别了渥太华郊区的大房子，我们开启了新一天的旅程。在加拿大广袤的土地上，有一个地方拥有着法式艺术与浪漫，这就是魁北克省。魁北克了。路标悄然变成了法语，红绿灯变成了横向。维特利尔到了。中午踩着饭点到达蒙特利尔。我很喜欢这里色彩斑斓的街道和偶遇小店的幸福感。午餐选择了日式自助，为了吸取前日的教训，
我们不敢过多沉浸在这种舒缓的节奏中。我只能说闻起来可能并不好喝。喝了咖啡，买了酸奶，便匆匆启程了。我们一路向东，夕阳为我们勾勒出金色的轮廓。我们中途在加油站歇脚。扭捏的厕所标志，这么可爱的厕所标志，怎么能不模仿一下呢？魁北克的日落更早，5点以后路上就漆黑一片了。直到汽车跨过劳伦斯河，大家被夜景吸引，还打起了精神。这次旅程的目的地魁北克城到了，新城区高楼林立，道路宽敞明亮。哎，你现在特别像那个特朗普的选民。那我都赢了。啊，你赢了，你赢了。我赢了。红脖子嘛。对，你看红衣服、红脖子、红领巾，这叫。晚餐选在了名为+86的小酒馆，点了鸡尾酒、白月光，搭配辣酱风味的毛豆和芥末章鱼，一口酒一口菜，那感觉像是回到了后海银锭桥旁边的酒吧。晚餐后，车子驶向老城区，转过最后一个红绿灯路口，是古老的城墙和城堡建筑。哇，快看，有一个门楼。看教堂，教堂。车头穿过车门的一刻，我们也仿佛穿越到了中世纪的法式小镇。古老的建筑搭配现代的照明，是新与旧2个时代的交融。We're going to come up with a book or a painting or a symphony or a sculpture that can compete with a great city. You can't, because like you look around, every street, every boulevard is its own special art form. These people drinking, singing, and for all we know, Paris is the hottest spot in the universe. 我们今晚就住在这童话般的方提娜城堡酒店里，优雅地俯瞰着整座老城，在宛如凝固的时光中睡去了。So, goodbye, Jack. 第3天，打开任意门，我来到了 들어온 거야? 나 따라서? 어떻게 된 거예요? 여기 어디예요, 대체? 캐나다. 这里真的是加拿大吗？一早从酒店出发，嗨，帕仔，早上好。好神奇，这是小礼物。哈哈哈。沿着陡峭的楼梯一路向下，脚踏上石板路的时候，还是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因为这与我2年以来认识的加拿大完全不同。一踏进伞街，看到的是头顶上明艳的色彩，和城堡酒店搭配的相得益彰，随便哪个角度拍都有马蒂苏的即视感。开始了，小红门。这是黄色的门。黄色门也好小圣看。环街不愧是韩剧鬼怪里男主打开任意门就想到达的目的地，拥有着艳丽配色的街道，店铺的门窗都与童话里描绘的一模一样，整条街充满着浪漫的气息。给你照了。走出街道，我们站在劳伦斯河边的码头吹风，一艘轮船在我们旁边驶出港口，私家车停在船的下层，乘客们走到上层甲板，边喝着咖啡边欣赏河岸边的风景。10几分钟后就到达了对岸，这样惬意的生活谁不想拥有？有些遗憾的是，我们只订到了1晚的城堡酒店，于是午餐后不得不匆匆赶回酒店退房。古堡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寻宝游戏，想要得到宝藏，需要根据线索找到散落在酒店各处的7个字母。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根
根据前台昨晚给我们的提示，我们在古老的楼梯口找到了第一个字母，然后完了，咱们线索断了，在第2层就找不着了。我还以为这么简单。我们以为线索会在每一层的楼梯旁边，于是在每一个楼梯间找了一遍，竟然毫无头绪。最后我们决定上到最高的17层，看看有没有线索。结果却意外发现了酒店竟然还有18层。从连接17与18层的楼梯间窗户望出去，老城区尽收眼底。等下，好像跑题了，继续找线索。我们回到第一个字母牌前面重新审视了一下，是一个谜语，意思是让我们去找能够填饱肚子的地方。来到富丽堂皇的餐厅，果然发现了下一个字母。好，下一个提示 You go ther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otel's history。就这样，我们按照线索的提示，一路打卡了地下1的酒店博物馆和星巴克，1层的纪念品店和行李存放处等地。最终，我们在6层的游泳池找到了宝箱。打开，哇哦！这是宝箱哎！你拿一个。泡泡很满意他找到的宝贝。从酒店出来，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余晖即将洒满整座老城区。下午4点，我们赶到了日落观景地。古老的城墙静静地守护着整座城，鬼怪也终将等来他的鬼怪新娘。슬픈 사랑? 나 누군지 알죠? 내 처음이자 마지막 도깨비 신부.除了浪漫，我们也体验了法式的慢。一顿饭2小时起，因为等上菜的1个小时是给聊天预备的。什么味儿啊？就是一入口有点酸，有点甜，后来有点辣。正巧发现附近小店有马哥种草的牛油果，果断开溜。走在夜色下的老城街巷间，时光仿佛停住。古老的钟声与现代的旋律交汇，讲述着传奇的历史。琳琅满目的小店充满圣诞气息。我们一路小跑，赶在关门前买到了牛油果。小马哥终于在古老的魁北克城找到了他心仪已久的牛油果。其实王府井有好多，但是他愿意花溢价20%买这个牛油果。回到餐厅，刚好菜上齐，烤牛排很嫩，巧克力甜品味道惊艳，没有很甜，夹心的果酱搭配的恰到好处。晚餐后，我们到达城外的酒店休息，准备迎接明早的太阳。一早打开窗帘，迎来了这座城中之城的日出。古老的城墙让我联想到了历史图片里的北京4·9城，曾经盛极一时，现在也只剩唏嘘。曾有幸在西安的古城墙上散步，听说它与魁北克城还是友好城市，这算不算一种缘分呢？今天也是一个交通日，我们将途经蒙特利尔回到首都渥太华。在魁北克城主路开车，你会发现它的交通灯设计得很人性化，红灯会依次在行驶到路口前变成绿灯，这让我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信号灯系统也是这么让人如沐春风。大高楼来了，大高楼来了。中午按计划到达蒙特利尔，午餐依旧选择了一家评价挺高的日式小馆，没有一道菜踩雷，
5人都吃得很满意。晚上抵达首都渥太华，这真是一座有趣的城市。穿过一座桥，就从英语区穿到了法语区。晚餐就近选了一家拉面，3大1小，点了一个中碗和一个大碗。这大碗相当大呀！结果我们4个人连一个中碗都没吃了。饭后打卡了渥太华的地标，咱们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啦啊！穿过公园，来到了惠灵顿大街。这天恰逢国殇日的前一天，国会大楼上的红花一朵朵陨落，广场上的圣火燃烧100年，从未停息，以此纪念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将士。回到酒店，雨越下越大。泡泡说想看大电影，于是我们又重温了一遍7月的班夫旅行。旅行的最后一天，被电锤叫醒，早早把行李装好车，去星巴克早餐。咖啡一如既往的难喝，但心情不错。今天注定是属于泡泡的一天。拐过街角就遇到了这么可爱的跳房子，比比谁跳得最快吧。上午的安排是打卡渥太华的最后一站儿童博物馆。进门左手边就是儿童剧院，小朋友们可以扮演售票员，也可以在舞台上变装出镜。泡泡的颜值完美撑起了哈利波特造型的谱。在我眼里，这就是一个儿童城市，小朋友们可以在里面尝试司机、船长等角色。哟，开船！也可以去金字塔探险。哇，小金字塔！回程要4个小时，我们选择珀斯小镇作为中继站，来感受一下小雨中的珀斯吧。这短短5天的行程，一共花了4500加币，到底值不值得呢？心理医生 Becky 这样说：人的情绪就像银行储蓄，情绪不好的时候就要支取，如果没有存款了，情绪就会崩溃。旅行花钱如流水，但会在情绪银行里存下情绪价值，我觉得很值得。车子行驶在7号公路，乌云奋力地想要遮盖住夕阳的余晖，一幅末日大片的景象。上一次看到这种景象，还是在世界的尽头，阿根廷的乌兹怀亚。多伦多这2年给我的印象是千篇一律的商圈和步道，单调的穿搭和冷漠疏离的相处方式。在北京，你可以走街串巷，胡吃海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陌生人也会热情的交谈，共饮一杯马黛茶的就是朋友。多伦多的生活有着暗沉的天空，沉闷乏味。如果这时有一道闪电划破阴云，让提线木偶也有了灵魂，那一定是浪漫、古朴而自由的加拿大的 B 面魁北克。
3、2、1，微笑一下哦，拜拜，非常好，拜拜。好，好，北京见。